中国与海湾国家发表联合声明，伊朗召见中国驻伊大使，这是怎么回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利雅得举行了高峰会，讨论双方的合作与发展议题，并于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不过，这份声明引起了伊朗的不满，伊朗外交官甚至召见了中国驻伊朗大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这份联合声明中，有几段涉及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3个有争议岛屿争端的表述，也就是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声明称，双方领导人强调支持一切和平努力，包括阿联酋旨在根据国际法准则进行双边谈判，以和平解决3岛问题的倡议和努力，从而根据国际法理解决该问题。而在伊朗看来，这3个位于霍尔木斯海峡中的岛屿都是自己的领土，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问题。这3个岛屿的争端与英国殖民统治有关。沙加酋长国和哈伊马角酋长国曾经占据3岛。英国在阿联酋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后，一直控制该岛。伊朗曾于1925年派人到岛上宣示主权，后被英国驱离。到了1968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英国开始正式撤军，伊朗再次提出对3座岛屿的主权要求。当时英国与伊朗的关系又非常好，撮合伊朗和阿联酋签订了协议，对阿布穆萨岛进行了分治，伊朗和阿联酋一国一半。而实际上，伊朗先后控制了大小通布岛，并且在两伊战争后抢占了阿布穆萨岛。可以这么讲，这3个岛的争端又是英国玩的离岸制衡中东国家的产物。现在这3岛被伊朗实际占领，而阿联酋又不愿意放弃，所以才有了在声明中提到的通过和平努力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的问题。伊朗驳斥阿联酋对这3个岛屿的主权主张，并且拒绝就此举行谈判或对话。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伊朗对中国发出的抗议呢？这实际上就是伊朗有关方面在国内的一场作秀。其实，中国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并未点名伊朗，只是呼吁根据国际法准则进行双边谈判，并根据国际法理解决问题。这个说法是非常公正和中立的。中国与伊朗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并不等于中国在中东只有伊朗一个朋友，这就需要平衡战略。伊朗也明白中国的本意，所以没有公开宣布召见中国大使进行抗议或谴责，而是宣布拜会中国外交官，并表示了不满。伊朗外交官发布的公告中也非常有意思，根本就没有点名中国，只是用波斯语发推，表达伊朗对领土主权不会退让的决心。伊朗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合声明中还有不满，包括防止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扩散，防止对恐怖组织、教派组织和非法武装组织的支持，处理伊核问题等等。但是这些说辞也没有点名伊朗，只是伊朗有些外交官对此非常敏感。其实伊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争斗非常激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声明的重点可不是安全战略，而是经济合作。伊朗也能理解中国的初衷，所以该作秀的时候就作秀，该与中国合作的时候还得合作。国家之间的问题原本就非常复杂，总体而言，中国与中东国家推进合作，需要照顾各方的利益诉求，但是又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是非常深的，这的确非常考验我们的外交智慧。当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